大家好，欢迎来到窝里 Global。今天很高兴啊，我为大家呢做了一个配音版本的白宫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呢蛮重要的，他是白宫的秘书长啊，Caroline，还有那个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啊，Scott Benson 啊，贝森特，跟媒体介绍了一些重要的议题啊，涵盖了美国的经济复苏啊、企业投资啊，这是一些重大的投资啊，还有那个贸易谈判啊、关税等等这些政策，还有谈到这个中国的一个问题哦。他说啊，中国呢不能承受这次的关税啊，还有啊，短期之内啊会不见掉1000万个就业岗位啊。当中呢，他也有讲了一个秘密，关于印度方面的谈判哦，不要错过这次啦！我很辛苦了，为大家弄了一个配音的版本给大家看啊。还有，在开始之前，记得点个赞、订阅，还有分享给你朋友啊！感谢大家。好，我们现在直接进入这个配音的版本白宫会议啊。大家早上好，祝贺第一个100天。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承认两党合作的 Take It Down 法案昨晚在众议院通过。这项重要的立法是在我们的优秀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推动和引导下通过国会的，包括他为幸存者直接倡导的努力。内容通过的努力。The Take It Down Act 将发布未经同意的亲密影像定为刑事犯罪，并要求社交媒体和类似网站在收到通知后48小时内删除这些内容。受害者第一夫人感谢所有投票支持这一种要立法的人。总统期待着在收到10签署该法案。办公桌今天正式标志着特朗普总统兑现承诺的100天。这确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总统开端。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人，其中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之后，特朗普总统正在重新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人民信任特朗普总统。自他上任第一天起，特朗普总统就专注于击败拜登的通胀危机，降低生活成本，并使美国成为全球最适合经商、投资、创造就业和创新的地方。特朗普总统的努力正在进行中。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已经增加了34.5万个工作岗位。上个月的就业报告显示，比经济学家预测的多了近10万个工作岗位，这是过去2年中私人就业增长第4高的月份。年9000个制造业职位已被添加到经济中，这与拜登最后2年每月66千个制造业职位形成了鲜明对比。政府，美国的就业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感谢特朗普总统，美国人多年来首次看到误解的环节。最新的通胀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以来，消费者价格首次下降，能源价格下降，实际平均小时工资增长。特朗普总统正在兑现他降低美国家庭成本的承诺，并且企业在这位总统上任以来，日常商品的价格全面下降。就职以来，从机票到二手车到厨房药，价格正在下降。事实上，上个月厨房药价格的下降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在乔拜登搞砸了对禽流感的反应后，特朗普总统和罗林斯部长的积极计划使批发单节从就职以来下降了超过50%。特朗普总统结束了乔拜登对美国能源和化石燃料的鲁莽战争，并恢复了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莱特部长和到戈伯格姆部长每天都在为此努力工作。由于这种大胆的举措，又结合天然气价格现在大幅下降，汽油价格下降7%，能源价格也在下降，因为内政部刚刚宣布了一项新的近海钻探政策，将使美国海湾的石油产量每天增加什么桶。在放松管制方面，特朗普总统致力于削减无谓的繁文缛节，特别是针对美国小企业主，他们是我们经济的支柱。我们知道，削减监管会导致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增长。这个政府的大规模放松管制努力将有助于迎来美国的黄金时代。这一进程正在进行中。而特朗普总统一上任就组织了所有未完成的拜登时代规则，为美国节省了$1000亿，相当于未来10年每个4口之家节省$2100。总统还启动了一项大胆的多机构行动，
取消现有的联邦法规，这些法规会增加勤劳的人民的生活成本。家庭预计这一努力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带来显著的成本节约，包括环保局对轻型和重型车辆为其排放规定的放宽，以及交通部最新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这两项努力均能带来总计7550亿美元的储蓄，相当于未来10年每个4口之家节省超过8800美元。10年期间，总的来说 所有这些行动的总节省超过9350亿美元，或每个4口之家在未来的实际节省将近11000美元。10年，媒体对特朗普总统的放松管制运动的积极影响几乎没有足够的讨论。来自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公司和国家的投资正在流入这一总统。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下的投资承诺总超过5万亿美元。包括来自苹果在美国制造和培训的5000亿美元，来自英伟达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5000亿美元，来自台积电和美国芯片制造的1000亿美元，以及 OpenAI、Oracle 和软银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5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因为所有这些投资承诺与即将为美国工人创造至少451000个新的高薪工作岗位，并且家庭在这时候，特朗普总统在100天内为美利坚和中国获得的投资比乔拜登在4年内获得的还多。特朗普总统是美国的首席商人，这就是为什么数莫亿美元的投资涌入我们国家。商界看好美国，因为特朗普总统重新掌权。明天，总统将会接待来自多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领导，他们已进行了这些投资，以宣传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性承诺，并鼓励其他人效仿。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现在是投资的最佳时机。美国总统终于说 our goal and she 拒绝再让美国和我们的工人在贸易上被剥削。特朗普总统实施了强有力的关税，以结束经济头降的时代，重新平衡美国的贸易。协议已有超过100个国家来谈判，寻求为美国和我们的利益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人们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像这位总统一样创造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我们才刚刚开始。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非常接近通过特朗普总统的一个雄伟法案，其中将包括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加强边境安全措施、主要军事进展、戏剧性的去监管以及常识性的支出改革。正如特朗普总统之前所说，最好的还在后头。关于迄今为止特朗普总统在经济上的成功和未来的计划，我想把话题交给我们出色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他今天在这里，我们将开放问题讨论。在我们新的媒体席位上，我们优不论单。彼得森是 Punchbowl News 的金融服务记者。Punchbowl News 报道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权力、人物和政治。而 Washington Times 聚焦国会山立法政治，于2021年成立。这是国会山和白宫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都会阅读的第一份简报。感谢你们来到这里，今天我们将从你开始。非常感谢您的到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贝森部长，关于关税。总统在周末说，我们希望也许关税收入可以取代所有的税，但是我们也不断听到政府正在追求的交易。所以我的问题是，白宫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你们希望获得长期的关税收入，还是希望达成可能减少这些关税的协议？我认为这是两者的结合，所以我们会获得长期的关税收入。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流程，我们又是把各种要的贸易关系，我们将与所有人对话。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与这些合作伙伴中的至少17个进行交流，许多已经来到华盛顿。特朗普总统所知的是关税收入带来的所得税减免的可能性。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税收法案中，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这一点。总统的竞选主张是对消费不征税，没有为社会保障征税，没有对加班征税，并恢复对美国制造汽车的利息抵扣。因此，它的关税是收入可立即用于所有这些的税收减免。那么，
你认为在美国财政政策中，关税收入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吗？我认为这是很久以前就被搁置的事情。我认为关税会带回美国制造业，并产生可观的收入。关于制造业，我们看到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本月的一些调查结果相当惨淡，出现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展望也类似，运输订单疲软。美国制造商对您在美国推动回流的理解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认为这个，我在投资行业工作了35年，我学会了忽略调查数据和调查，关注实际数据，而实际数据一直很好，就业数据很好，美国人持续消费。正如卡罗琳所說，我們有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承諾，將製造業帶回國內。而就為佢輕輕小怪瑞美國嘅為 cost 寧創企路嘅投資。非常感謝你 Caroline， 謝謝您布長先生。中方繼續表示，中美之間沒有就關稅進行任何磋商或談判。您最近表示您與對方談過，但更多是關於傳統事務，比如金融穩定。那麼您能否澄清一下，政府是否正在與北京特別就關稅進行對話？我們不會討論是誰在和誰談話，但我認為，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會看到中國的關稅對中國來說是不可持續的。我已經看到過去幾天出現了一些非常大的數字。現實如果這些數字持續，中國可能很快失去1000萬個工作崗位，即使關稅有所下降，他們可能會失去500萬個工作崗位。所以技術我們是赤字國。他們賣給我們的商品幾乎是我們賣給他們的5倍，所以撤銷這些關稅的責任在他們身上，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持續的。他們說你們沒有在談論這個問題，那麼這是真的嗎？他們有不同形式的政府，他們面對的是不同的觀眾，所以我不想再深入談論誰在和誰對話。但是正如我所說，我相信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些關稅是不可持續的。2天前您說您不知道特朗普總統是否與習近平交談過，您現在知道嗎？我想說的是，卡羅琳和我在白宮有很多工作，接電話不是其中之一。背诵不長，非常感謝您今天早上能來。您談到了在市場中給予投資者確定性的重要性，但是特朗普政府正在繼續在一個非常緊湊的時間框架內寫上幾個複雜的貿易協議。您什麼時候預計能夠在這些協議上給市場提供確定性？您有一個價值日期嗎？是90天的暫停期嘛？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好問題。我認為呢，對市場來說，有一點讓他們感到不安的是，特朗普總統在談判中製造了我稱之為戰略不確定性。因此呢，他更關心的是為美國爭取最好的貿易協議。人們，你知道，我們經歷了4年的糟糕交易，40年的不公平貿易，我們將會解開那些並使其公平。我們正在做的是創建一個過程。我認為不確定性的範圍將會縮小。當我們開始宣布協議時，就會有確定性。但是你知道，在談判中，確定性不一定是好事。布長先生昨晚有報道稱政府在汽車關稅上有所退讓。您能否詳細說明一下這個決定，以及我們今後可以期待什麼？為什麼會在汽車關稅上有所變化？特朗普總統已經與國內和國外的汽車製造商進行了會面，他承諾將汽車生產帶回美國，所以我們希望給汽車製造商一條快速高效的道路來實現這一點，並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王麗華，非常感謝你 Caroline， 謝謝你秘書先生。關於中國政府是否預期到供應鏈衝擊或供應衝擊，既然從中國的貨運量顯著下降，如果是這樣，是否有計劃或者正在制定應對的計劃？
我不认为我们会有供应链冲击，我认为零售商已经在这方面管理好了他们的库存。你知道我跟几十家公司交谈，有时候是每天，但肯定是每周一次。而且他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致力于公平贸易，并且已经相应的做出了计划。然后第二个问题，您能否概述一下您认为，某些协议的时间表，尤其是与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协议，您可能会有公告？我很高兴你提到我们的亚洲贸易伙伴和盟友。他们在达成协议方面最为积极。正如我提到的，上周副总统反思在印度，我认为而且莫迪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进展，所以我可以看到有关印度的一些公告，我可以看到与大韩民国的协议轮廓正在成型，然后我们进行了大量会谈。安德利亚，是的，贝森不长，只是继续谈谈进展。你昨天说过，可能最早会在本周或下周，你能给我们一个时间表吗？然后，我想问一下关于韩国的具体情况，他们说可能无法达成全面协议，直到7月初，因为他们有选举，日本也有选举，国内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使您的努力变得复杂？加拿大刚刚举行了选举。您是否认为可能需要考虑推迟90天？其实我会持相反的态度。我认为，从我们的谈话来看，这些政府实际上希望在进入选举之前完成贸易协议的框架，一边展示他们已经成功与美国谈判。因此，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更热衷于坐下来完成这件事，然后回去一次作为精选的内容。肖恩，抱歉请问您是否有评论说这周或者下周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为了什么？为了达成协议。那么你知道，你昨天说过，我再次我认为我们与印度非常接近，而且在印度，你知道，透露一点内幕消息，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必须多其他国家更容易谈判，因为他们的关税非常高，而且关税种类繁多，所以当面对直接关税是更加容易。随着我们审查这些过去几十年制定的不公平贸易协定，非关税贸易壁垒可能更加隐蔽，也更难被察觉。所以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有你知道的已公布和准备好的关税，使得与他们的谈判更容易。所以我认为印度的谈判进展顺利。西恩，你好，不长先生。今早有报道说，亚马逊很快会在每个产品的价格旁边现实一个小数字，表明特朗普关税增加了多少成本。那么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证明，现实这些政策要由美国消费者而不是中国来承担吗？我会，我刚刚和总统通话关于亚马逊的生命，所以由我来回应。这是亚马逊的一个敌对和政治行为。那么，为什么在拜登政府把通货膨胀推到40年来的最高点时，亚马逊没有这样做呢？那些年我还要补充一点，这并不令人两讶，因为正如路透社最近写的，亚马逊与一个中国宣传部门合作所以这又是美国人应该购买美国货的另一个理由。这也是我们把关键供应链带回国内的理由，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关键供应链，并提升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杰夫·贝佐斯仍然支持特朗普吗？听着，我不会谈论总统与杰夫·贝佐斯的关系，但我会告诉你，这无疑是亚马逊的一个敌对和政治行动。不长阁下，如果您有任何补充。是的，我还想补充一点，降低可怕的拜登通胀是特朗普政府头100天的优先任务。特朗普总统自1月20日以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例如，抵押贷款利率都下降了，汽油、能源价格下降了，我们预计会有进一步的下降。正如卡罗琳所说，
对消费者而言呢，违背注意到的大税收就是放宽监管或是时间管，而我们正在放宽监管并降低这种负担。因此，从家庭收入的角度来看，我们预计实际购买力会增加。我们已经在最初的100天中看到了这些，并预计这种情况会加速。我们正在达成和平协议，进行贸易、税务交易和放松管制。而放松管制，加入强硬税外是一个更长的准备时间，但我认为到第3和第4季度，这将真正开始起作用。凯里，请继续。谢谢你，Caroline。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和 Bassem 部长。我们经常谈论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而总统一直表示，他更关心主流美国，关注美国工人。你刚才提到了接近于整个公平贸易的互惠。你给美国人的信息是什么？让他们度过这一动荡，并且结果对美国工人、美国人民、美国家庭更有利、更有益。我会说要信任特朗普总统，他连任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他在第1届任期内经济政策的历史性成功，而且正如我所概述的，在简报开始时部长已经谈到了，总统每天也在谈论，所以有一个性质有效的共识，大规模的放松管制，能源独立和即将到来的减税，部长正在与国会山的同行们非常努力的合作。如果你想谈论这一点，那是一个巨大的事情，可以放更多的将钱放回勤劳美国人的口袋。至于总统试图协商的公平贸易协议，他不仅是在纠正他继承的混乱局面中的错误。过去4年的拜登政府就是过去40年造成的混乱，出卖了中产阶级，把工作机会移到了海外。想想我们的内陆美国中部以前的小镇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特朗普总统想要恢复黄金时代，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他组建了一支出色的贸易团队 ，Bassem 部长、Lutnick 部长、像 Jameson Greer 全都，他就是个为努力中，他们24小时全力以赴。但是减税即将到来，这是关键。先生你为什么不谈谈这个呢？是的，所以从经济政策来看，这个实质上是一个3角灯，它包括贸易、税收和放松管制。因此而正如 Caroline 所说，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长期贸易失衡的问题。税收这里的这想法按进展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当我于1月28日上任，那是通过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众议院约翰逊·图恩领导人是团结一致的。众议院约翰逊，我们昨天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会议，与被称为“大流”的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我本人议长约翰逊，领袖图恩，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和参议员克拉伯。税法案正在推进，它将是2017年间税和就业法案永久化。这将为了回应关于确定性的问题，它将为美国企业提供确定性，为美国人民提供确定性。然后，特朗普总统也在为我之前提到的工薪美国人增添内容，不对消费征税，不加班费不收税，而且社保不收税，就汽车贷款可扣除，这将大大缓解负担，所以能力危机。而且我想指出的是，回到数据方面 ，URE 这个先锋集团说，美国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之一说，在过去100天里，97%的美国人没有进行交易。事实上，个人投资者保持了稳定，而机构投资者却慌了，所以个体投资者信任个别投资者信任特朗普总统。后面的那位，对于大家，您能详细说明我们应该期待在汽车关税方面得到哪些减免吗？然后，部长先生，我们是否也应该期待其他行业像现在的汽车和科技行业一样获得减免？我不会深入细节关于汽车关税减免，但我可以告诉你，这将大大有助于将美国汽车制造业带回国内。再次强调，这里的目标是带回将高质量的工业职位带回美国。特朗普总统对未来的工作岗位感兴趣，而不是过去的工作。你知道，
我们不一定需要像我成长的地方那样繁荣的纺织业，但我们确实想要精密制造业的回归。然后你知道，另一个非常重要且常被忽视的功能是国家安全，有次这是特朗普总统最关注的，因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是经济安全。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看到我们的供应链被切断，我们需要把这些供应链带回来，无论是在那个领域。半导体做药品在钢铁的时候，我们必须将这些产业回迁国内。所以因此，确实这是使贸易自由和做公平以及弥补这个明显的国家安全漏洞的结合。继续谈中国。我想补充一点，梅根总统将在今天晚些时候签署关于汽车关税的行政命令，我们将像往常一样发布。谢谢你们2位。部长，关于与欧盟的谈判有任何更新吗？与欧盟谈判困难吗 ？Bill。关于与欧盟的谈判有任何更新吗？我更多参与亚洲的谈判。我的观察是，这可以追溯到亨利·基辛格的那句话：当我打电话给欧洲，我该找谁打电话呢？所以我们正在与很多不同利益进行谈判。一些欧洲国家对我们的大型互联网服务提供上证，收了不公平的数字服务税。你知道，法国和意大利还有其他国家，德国和波兰没有这样的税，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种不公平的税收把美国其中一个伟大产业的部分移除，所以这将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所以在他们能够进行外部谈判之前，他们需要先解决一些内部问题。是的，谢谢 Caroline。部长先生，我在上届的人脉说，由于关税的不确定性，他们基本上冻结了长期投资。您认为特朗普总统需要多长时间达成协议，才能避免对经济造成损害？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商界领袖，他们已经进入了暂停状态。我认为我们会在这项税法上给他们很大的确定性，而且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几周如我所说，我们又是把各重要的贸易关系暂且不谈中国呢，其他17个正在进行中。然后如我昨天所说，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会获得这个税收法案完成，而且你知道，是税收法案将对美国国内投资非常有利。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总统特朗普2017年税收法案中最有利的部分之一是全额扣除设备。那我们将按照特朗普总统在对国会演讲中所说，使其追溯至1月20日。我们还希望增加的是公函的全部费用支出。把你的公函办回来，你可以全额扣除设备和建筑的费用。我们将把这与放松管制、廉洁能源和监管确定性结合起来。这将继续是美国成为国内和外国投资的最佳目的地。总统，请让我稍微跟进一下。总统说，世界领导人将在罗马，梵蒂冈城与他会面，关于贸易。除了泽连斯基总统还会见了哪些人，并且，关于贸易，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些协议？总统与泽连斯基总统会面，如你所知，我们谈过这件事，总统继续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保持接触。在欧盟，你已经看到许多人访问白宫，报诉。最后，我想强调一下部长刚才提出的观点。在竞选期间，总统向美国公众承诺要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商国家。商业在此，全球最低的税率、最低的监管、最低的能源成本。如果你在美国做生意，你不会支付关税，不会支付价格，这不仅对世界各地的公司有利，而且对美国工人。这就是这个团队每天努力专注的目标。我们有工作要做。美国的黄金时代正在进行中，但正如我一开始指出的那样，美国有很多理由去。消费者、美国首席执行官、美国小企业主对这位总统及我们前进的方向充满信心和乐观。所以，今晚您将听到更多总统的讲话。他正在前往密歇根州，如您所知。他将在空军基地宇宙常会特模会面，然后我们将前往今晚的机会，您会直接听到他更多的发言，所以我们在密歇根州见。谢谢大家。谢谢你 ，Caroline。